朋友们，觉醒2个字呢，是古往今来人人乐道的一个话题。我们也经常能听到某某禅师因为某个话头顿悟，某某大师呢因为什么际遇觉醒。在很多人的认知中呢，觉醒是神圣的，是可望而不可及的，它代表着丰盛喜悦的人生。所以很多人对于觉醒都是趋之若鹜。那觉醒到底是什么呢？今天呢，我就从4个方面来给大家解答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第一个层面，觉醒是看见外境的真假。外境是什么呢？这里的外境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3维现实。外境的真假所指代的呢，就是你明了你眼耳鼻舌身意，也就是你眼睛看到的，耳朵听到的，舌头品尝到的，你的身体触碰到的，意识所想到的一切，都只是影像而已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所有的相都是虚妄不实的，也就是你认识到你所生活的世界只是影像，只是心念的投射，是你每时每刻能量情绪的投射而已。举个例子，我们都做过梦，它和你梦中投射出场景的原理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区别。你看，我们在梦中有一副能看、能听、能闻、能触摸的身体，但我们看到的东西是外面的吗？不，都是我们想出来的。因为梦我们都经历过，所以我们很容易接受，觉得没有什么特别。那回到现实，我们怎么也想不通，如果外面没有东西，怎么会能被我看见呢？其实量子力学就能给我们答案。都听说过波粒二象性吧？你观察的时候它是粒子，不观察它的时候它是波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不用心念去干涉它时，它就呈现为波状，什么都没有。而我们去观察一个东西的时候，就是在动念分别。你一动念分别，它就会因为波的干涉呈现相。你不动念分别的时候就没有相。就像王阳明所说的，你未看此花时，此花与你同归于寂。你来看此花时，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。也就是说，你所谓看到的世界，只不过是一组连续干涉成的相。那有人可能就会说了，我面前这个人明明是真实存在的啊，我能摸到他的手，还有温度。那我告诉你，相不是你看到的物质才是相，你的感觉它也是一种相。相包括物质和精神，这都是靠心的作用。如果把心比作镜子，那么镜子里面的图像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而你做梦的时候就如同这面镜子，只要你一动念就可以显出世间所有的相，这个相和镜子本身就是一体的。所以看到镜子里面的假象时，你就能知道假象是从镜子投影出来的。所以看到相即是看到心。好，我们再具体一点，比如你现在拿着手机在玩游戏，在这个手机显示屏上是不是显示出了游戏的场景？里面有一个游戏主角，但对于屏幕外的你来说，只要是显示在屏幕上的游戏场景都是影像。不管你在游戏里有多少套房子，多少台车子，有多么极品的装备，遇到多么恐怖的场景，哪怕是遇到怪物受了伤，这时候手机反馈给你的震动或者声音，对于游戏外的你来说都是假的，都是影像。记住，感觉它也是相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显示屏构建出了一个虚拟的画面，同时构建出了一个虚拟的你和虚拟的感觉，让你在里面能听、能看、能闻、能触摸，能感受画面里的一切。而只要当你一执着、一沉迷，你就会把屏幕中那个虚幻的像当作真实的你，并沉沦在无限循环的游戏世界里。所以一切的根本就是在于你的起心动念。只要你分别执着，就会干涉成相，坍塌成为你的世界。你执着什么，
什么就让你沉迷其中。所以改变命运从来都不是改变这些影像，而是去体悟这个本自具足的心。所以觉醒的第一个层面就是你要了然，你每时每刻生活的世界只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。既然是梦，那它就是虚假的，并不是真实的。在这样的觉知状态下，你才真正有可能踏出觉醒的第一步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层面也是觉醒的核心。觉醒的核心是什么呢？觉醒的核心是斩杀你的自我。什么是你的自我？自我的意识是你在这个三维现实里面所有构建成你的元素，比如说你的身份、你的姓名、你的职业、你的追求、你的价值、你的意义，以及他人所赋予你的所有的身份标签。究竟来看，自我不过是连续不断的意识流，基于稳定性和连续性，在当下呈现出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。本质上，上一秒的我与下一秒的我有天壤之别。在过往你几十年的人生中，一切建立你的人事物共同构成了你的自我，然后以自我为基础，衍生出了无数的我执。你可以看看你人生中有多少放不下的东西，一段关系，一笔财富，一个经历。而人生中所有的痛苦、挣扎、纠结的来源，都是来源于这些执着。很多修行人都知道我执，也下了很多功夫，但都是收效甚微。为什么呢？这里他们忽略了一个根本，他们花了大量的精力在修剪叶子。就是当我们想要去除我执的时候，这就是新的我执。所以觉醒的核心就是要实现无我，就像一棵大树一样，这个我相当于大树的主干和树根，我执只是上面长出来的这个叶子而已。就像你有很多的杂念，你有很多的贪嗔痴慢疑，它们都是上面的叶子。你如果没有把这个我拆解掉，就不可能做到无执。只有明白了自我的结构，才可能斩杀我执，而这也是觉醒的关键一步。很多人修了很多年都绕在里面，没有这一步修几十年也是没有用的。而且如果说偏离了这一步，那是绝无可能觉醒的。觉醒的核心是斩杀你的自我，回到无的状态，回到如如不动，回到你只是存在的状态。所以我们说觉醒之旅是一次通往死亡的旅程。你可以不必等到100年之后，在此时此刻就可以随时从过去死去，让过去死去，你在此刻就重生了。否则你就会不断的轮回，重复过去的老调子、老模式，犯同样的错误。接下来第三个层面，证悟自己本就是佛，是道。很多人求神拜佛，求仙问道，拜很多大师、上师，但是呢，却不明白，我们的内在是一切的源泉，是一切创造力、一切力量的所在。只是你活在了限制、分离和遗忘之中，活在了二元对立里面，活在贪嗔痴慢疑里面。你本身所拥有的这些能力被封印了而已，你本身所拥有的无限力量、无限创造力被隐藏了而已。你必须要明白，你本自具足，本自清净。我们为什么说要向内求，不要向外求呢？上师也好，老师也好，本质上都是指月的手。你如果拜这个老师，其实就只是在拜这根手指，不是拜真相。我们一定要明白，真相不在外面，它都在你的内在，无限的智慧也在你的内在，你就是佛。第四个层面呢，就是你能够安然地活在清明的梦境里面。人生的3层境界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。第一层见山是山，第二层见山不是山，第3层见山还是山。
那么这里的第一层其实就是完全的沉浸在梦境状态里面，见山是山。第二层看山不是山的时候，有可能认为那个觉是自己，而山不是自己，所以他就会住在镜子上，认为镜子以外都不是自己，就会对这个世界很排斥。为什么禅宗会比喻开悟的境界是如虚空？然后又补充了一句粉碎虚空。你把世界粉碎了之后，你还有一个虚空，或者说你还有一个粉碎，你得把这个虚空给粉碎了，也就是把这个粉碎也要粉碎了，那时候你才能够真正获得大自在。真正自在是没有任何限制的，所以你才会再回到世间来，达到修行的第3个阶段，就叫做看山还是山。看山还是山，并不是从看山不是山退回来的，而是从看山不是山再超脱出来。因为看山不是山时是被不是山所困，而当你破除了不是山的困局的时候，你才能够达到看山还是山的境界。这时候，你明白你所身处世界的本质，你明白它只是一个梦幻泡影，你明白它是虚幻不实的，但是你却可以在里面自由自在地扮演你想要扮演的角色。比如说一个企业家、一个艺术家、一个音乐家等等，都没有问题。你清楚明了这些都是角色，而你绝对不会把梦境和真相弄混在这个角色里面。在这个角色的体验里面，在这个层次里，你会明白这个世界唯一的力量，而唯一的创造的力量，唯一的显化的力量就是爱。这个爱是无条件的，是超越2元对立的，是没有分别的。而你证悟了真相，你也会受到内在的驱动和鼓舞，以服务和奉献的方式继续开启后面的人生体验。这也是很多高僧大德也好，很多觉醒后的人也好，他会把他毕生的精力服务于他人，以修心利他、服务和奉献为人生主导。通过这些体验，向内在无限的力量更深一步的靠近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